我最近去参加东东和三七的婚礼了，作为他俩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们的婚纱照做成一个5210块的纯手工拼图送给他们。但是这拼图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点没赶上他俩婚礼。刚开始我是想给他俩做个纸质拼图，所以前几天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把纸壳做成硬纸板。但是忙活了几天，我发现做纸板根本遥遥无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厕纸，而且我弟尝了一口，就连味儿都是一样的，我当时都崩溃了。我心说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纸质拼图就研究出个纸，完了还是测的。所以后来我就想给他俩做磁吸拼图了，我打算用1毫的软磁贴粘上1毫的卡纸板，组一个1.2米乘1.8米的大画板，然后把他俩的婚纱照画到这上面。但是这画画起来实在太折磨人了，这里边头发、眼睛这种细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养乐多的狗毛都需要一笔一笔画出来。我后来数了一下，这画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画了7万来笔，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我们画了几个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网最深的记忆点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这画到最后我们一共熬了5个大夜，那后期我仨对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连那老补锌丸我们都开始一板一板吃了，这活干得太费命了。后来裁块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没法裁成拼图形，就都让我们给裁成不规则的滚刀块了。但是裁的时候撒了好多纸屑，家里整的贼乱。好在之前在抖音上城双11好物节买了个天可智能洗地机，恒阳活水洗的贼干净，而且还是超长续航。我买的时候到手才2000多。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评论区就能买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裁拼图的时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块，那每一块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后折了个中，我们给它裁成了2999块，而且裁完之后，我们又把整个拼图都拼上了，给他俩照了个相。我说但愿这不是他俩唯一一次看到这个拼图的全貌。最后打包的时候，我还给他俩做了个100年好合，但是因为整个制作过程比较赶，就导致我俩去送拼图的时候非常极限。我俩抱着这20斤的拼图，从哈尔滨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给那鞋底都要磨出火星来了，好说歹说算是赶上了。然后给他俩讲解了一下这个拼图的构造，我估计有这么个大玩意儿，他俩的婚后生活应该是不会无聊了。就我做18天就得拼啊哥，多少天？18天，但我敢肯定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，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，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你这趟是压标去了呀。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，再后来啊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还给他准备了1箱整整9盒自嗨锅，都是趁现在拼多多双11花1块钱抢的。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儿，还有梅扣和杀牛饭都嘎嘎好吃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你们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们爷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1箱不够啊。来吧，吃上家了，走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。烤包、胀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啊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买了这么些东西，爬他妈6楼，这弟现在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连门都敲不开，我去。我要天天跟他生气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时候也寻思，别跟他一样，万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寻思，就他这个活法，我得走他捡的。我比他大1岁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妈便宜不还是让他捡了吗？又闻味醒的呀。要不是我也没吃饭，我绝对跟他拿东北大抽酱炒。真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！俩人在家，我还得他妈咬着手机拍。哎，你把那个土豆泥给我倒了，这去。你干啥呢？你不让我整土豆泥吗？你当然，你嘴里嚼的啥呀？糊啊！你可太他妈恶心了！酱蛋、辣五、
QT， 用膳吧爹。吃饭了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你这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应该睡个好觉吃。但是我能坚持5分钟吗？姑啊，你儿子都楼了，还不要老二吗？大包子、大肘子，争做我奶的好孙子。快过节了，给我奶送点饭，提前让他感受一下节日的快乐，让我爷爷踏实过个节。你要明白这里的逻辑啊，做点好吃的，让我奶快乐，让我爷踏实。我奶这2年对月饼没啥兴趣了，五仁的、枣泥的都不乐意吃了。我说奶，你就实在说吧，你到底想吃啥馅的？我奶说有没有那个白皮的大肉粒馅的月饼？老太太最近假牙松了，就做点软乎的，蒸了一个豆腐鸡蛋糕。本来想做烧鸡来着，大家伙直接干成扒鸡了。狮子头也没做纯肉的，和了不少豆腐。这家越和越出数，本来是4洗丸子，现在成7洗丸子了。早上我问我奶，我说你这牙现在还能吃肘子吗？我奶说你做成老汤肘子，我先吃皮儿，肉我先冻起来。你要相信我的实力，等新牙到了，我还能支棱起来。我弟最近在得物买个拍立得，寻思这2天放假出去玩照相使，好看实用，还有整套的贴纸配件，挺划算的，你们可以去评论区看看。我说你多照2张大肘子，贴你老冰箱门上，以后让他望肘止馋。你咋才来呢？上个礼拜的肉我都消化没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肉包、豆鸡糕、7碗、豆丝、蒜空、边花。扒鸡、原牛、汤肘，这包子一来，你看我奶乐的，真是包治百病。和400人一起去露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做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露营活动，我们打算做300斤酸梅汤和600斤周黑鸭去和大家交换食物。不过计划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别多的意外。先是因为下大雨，导致酸梅汤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们后来跑了半个哈尔滨的中药店才把这些东西都买齐，然后准备熬汤和洗鸭货的时候，家里又停水了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搬着这700-800斤东西去我妈家求救。结果刚收拾了2个小时，这边又停水了。我当时看着那水龙头，我都快哭了。我寻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么能他妈这么背呢？所以后来那几天为了抢时间，我们基本就没怎么睡过。但是要命的是，这2样东西做起来它就急不得，因为酸梅汤是用砂锅熬的，这要但凡大点火，那就得漏得跟花洒似的。然后压货也不能急，因为每种压货的时间和火候都不一样，就只能一锅一锅干。我们前后一共卤了50多锅，为了入味，卤完又泡了一宿。不过过程虽然折腾，但东西做完了还是挺好吃的。这酸梅汤合成本9.5块一瓶，喝起来味道特别纯正，鸭货卤的也特别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鸭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后来打包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出发前的最后6小时了，就看着那倒计时都要给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厕所，但是这一滴都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后早上4点多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带这么多东西出门，多亏了这家庭6座豪华 SUV 理想L8了，超大后备箱特别能装，而且还有大床模式，玩累了可以直接躺着用3屏联播看视频，这也太爽了。露营模式还能对外放电，这绝对是家庭首选了。欢迎狗送乘坐副驾，希望驴们露营玩得愉快。到这之后，我们把天幕支上了，就开始等着大家来了。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哪怕只带一块口香糖来，也可以换走一份我们做的吃的。其实这个活动有且只有一个参与门槛，就是玩的高兴。不过来的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，有带狗的，有骑马的，有带200个烧饼的，还有带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还带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别精致。就这么一比，我们几个好像就是个废物。然后还换回来好多有趣的东西，从英国来的 CD， 从沈阳来的鸡架，从旁边河里现打的鱼，还有这过2天就要结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别高兴，分别组成了流水的麻将局、狼人杀局，还有永不散场的酒局。还有好多从头到尾一直热心帮忙的朋友们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所以陆续我们就把交换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给大家分了。后来我看情绪到了，我觉得是时候邀请大家喊出那句夯实的口号了：狗送好好活着。
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。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毛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，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然后这几天没啥事儿，我就整了点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锅，1块钱就到手这一大箱。这一份里有2大块猪蹄儿、4只鸭掌，还有满满一锅肥牛和配菜，味儿也特别正。他们家的花椒鸡海鲜火锅也是汤浓味鲜，还有这半只鸡拉面也真的有半只鸡在里边。现在拼多多有1万个试吃名额，每个名额9盒3个口味，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就是还有名额可以抢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，我发现事业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声，问谁都说不知道，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。我算是品出来了，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捂出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捂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